每天早上我大约7点左右起床，起床时我会先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来，然后我会去厨房边化妆边准备早餐。早餐通常是简单的吐司搭配鲜奶燕麦、煎个蛋，或者是泡杯咖啡。早餐后就收拾上学的东西，大约7点半左右送小孩出门上学。回家后就会继续完成一些零散的家事，例如洗碗、洗衣服、切机器人、扫地、打扫厕所等等。在大家都出门后，就会把家里的平面做个净空，包含客厅沙发、餐桌，然后主卧的床铺，还有儿童房的床铺。因为家里的东西不多，而且每个物品都有家，所以整理收拾起来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简简单单就可以完成每日的晨间家事。这样的生活日常让我觉得很有质感，而且没有压力。我是吴敏恩，极简不是空，极简是对生活温柔。挖家到你家，走访极简、收纳跟 DIY 达人的家。今天来到实践少物生活的吴敏恩的家，认为空间比物品更珍贵的他，如何从收纳控变身极简者呢？如何与家人一起实践4人1柴的少物生活呢？就像你，就像我，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分享他的独特故事，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自己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吴敏恩。那我从事钢琴教学工作大概20几年。那跟先生2个女儿，还有1只老柴犬，住在新竹一个27平大小左右的家。那因为我喜欢这种日式的无印简约风格，那就把家里布置成这样子的样式。喜欢这种风格的观众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在2018年成立了一个粉专，那是因为我为了要维持一个家里的清爽整洁，试过很多的整理方法，然后也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粉专，提供了一些整理课程啊，还有相关收纳技巧的文章。我的粉专叫做想生活打造无印之家。如果对于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我的粉专，那也可以参考我的新书《家的样子，你的样子》，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整理收纳方法跟步骤哦。好的，很高兴今天来到敏恩家。接下来从清爽的玄关区开始，一起来看看这个家吧。这个是我们家的玄关区，那它没有一个就是已经订好的大型的柜子，那我们主要就是用一个无印良品的鞋柜来做收纳，上面有3个抽屉，都是一些外出用品，像第一个它是钥匙啊，然后钱包、零钱、发票。然后中间这一个，因为我们家有1只狗狗柴犬，所以它都是一些遛狗的一些器具这样。然后这旁边呢，就是也是外出会使用到的，比如说手表啊，还有出门前要关冷气。对，那其实就是一种群组的收纳的概念，然后尽量精简。那像这个抽屉里面，它收纳的东西都是比较小的，就会用这个有分隔的盒子，可能就会随手放很多的物品。我如果经过呢，我就会把它的东西扫到抽屉里。群组收纳让敏恩出门时不会手忙脚乱，回家后也能快速归位。那下面是我们家的鞋柜，那因为鞋柜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家每个人的鞋子数量也是固定的，大人就是6双鞋，小孩就是4双鞋，所以这边是小孩的，这边是大人的，那就是各种功能的鞋可能都1双，鞋子坏了1双再去买1双，或者是有1双穿不到了，就可以让它从鞋柜里面淘汰，这样鞋子也不会爆量蔓延到玄关的地板。鞋子数量一进一出，不乱堆积杂物，难怪一进门就觉得这个家很清爽。然后这边是大门入口的另外一边，然后这边的柜子它的样式是层架式的，那层架式因为通常比较深，而且可能每一个隔板之间的间隔也比较大，所以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收纳。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呢用这样子的可以堆叠的抽屉，第一层呢它是放一些烘焙纸啊，还有一些电线啊，然后延长线。第二个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在餐桌化妆，所以我就会把我化妆保养品所有的用品都集中在这个行动式的化妆箱。
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个是小朋友使用的部分，因为身高刚好是他们可以拿取得到的，所以呢就会让他们就是一个人有一个抽屉，他们要出门前会坐在这边绑头发，然后穿袜子，然后拿取手帕或者是一些卫生纸的这些外出用品，所以就会设置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些梳子啊、购物袋也都会放在这边，然后还有他们夏天的一些小外套也就会直接放在这里。原来如此，加上抽屉盒，就让又大又深的橱柜变好用。门板的地方也不要浪费哦，它也是非常好利用的。像门板区在最上面，我就会放了一个有点像待办事项专区，就把一些需要缴费的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收据，然后放在这里。然后它还有这个可以吸的这个磁铁。那下面有一些挂钩，刚好放了3台小电风扇。因为夏天呢，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非常需要这种消暑的器具，就是出门前才不会忘记拿。外出区收纳整齐，让小孩也能自己完成出门准备。接下来，请敏恩帮我们介绍一下客厅区。那我们家的客厅，它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没有茶几。那没有茶几呢，也还是同时可以具备有茶几的功能，就是要靠一些小撇步，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小边机。那这个小桌子呢，它其实可以2用的。如果我坐在沙发的时候，可以这样使用，或者是小朋友要使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横放，然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低矮的小桌子。就会变成这样。上面的这个桌板，它同时可以当做托盘，因为没有茶几的空间呢，它可以拥有一个很大的、宽广的一个范围。比方说，小孩玩玩具的时候，就不怕会去撞到或者绊倒，也可以玩一些比较活动式的游戏。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人数比较多，也可以把在餐厅的这个长凳拿来这边放。或者是呢，也可以沿用露营的用具，像一些蛋卷桌啊，或者是露营椅。平常呢，尽量保持精简，然后净空、留白多一点的客厅，在这个使用上呢，我觉得是更加便利的。没有茶几的客厅，让小孩可以放心玩游戏，大人也能伸展活动，这样的选择好棒哦！与其呢让所有的空间都充斥了这种小朋友的东西，倒不如把它统一成一个风格。这个是一个无印良品的木质收纳柜，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收得下 A3 的纸。因为小孩的画纸呢，很多尺寸是 A3 的，那我就会分层呢做一些类别的分类啊，比如说画画用具，然后画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再来就是可以收纳一些图画纸或者一些画册等，也是一个数量的限制。如果已经放满了，可能就要淘汰一些旧的东西。在沙发区可能一定需要有遥控器，那我就会用一个这个木质的盒子把它装起来。好。那在不使用的时候呢，就把它藏在沙发后面。总而言之，这种不是很美观的东西呢，我们就是能藏就藏。将容易乱的小孩画具或生活用品妥善的隐藏起来，降低生活感，就可以保持清爽。客厅呢，唯一的一个收纳柜就是这个电视柜。上方这个抽屉呢，是属于比较常用的工具，所以有一部分呢，就是直接呢可以打开就可以拿取得到。再来有一部分呢是用这个小盒子关起来的，稍微具有危险性的一些工具，比方说螺丝啦、针线盒。那下方呢的工具呢是比较少用，而且是大型的工具，它可能一次呢就是需要一整组出动的。就用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盒子把它装起来，那你要使用的时候可以提着到处去走。按照使用习惯选择不同的收纳方式，工具也变得很整齐。精简物品之后，这样宽阔的客厅好疗愈啊！遇上了什么契机开始断舍离？如何从收纳狂走到少物简约的状态呢？搬到这个家之后呢，原本觉得说这样子憧憬的无印良品风格应该可以让我住起来呢非常的清爽舒适，没想到因为小孩还小，所以物品就开始不断的蔓延。那试过很多整理方法，买了各式的收纳盒来装，但是只是把一堆弄乱的东西，然后硬盖塞到柜子或盒子里，那其实还是一不小心就又乱成一团，而且常常在找东西。一方面育儿生活很忙碌，所以就很苦恼。然后在一本书上面看到一段文字，没有什么物品比空间更重要，有一点被打醒了，才想说哦，原来我一直在做的是维持物品的整齐，但是我没有去思考到，那我拥有的空间到哪里去了。重新思考物品与空间的关系之后，敏恩开始精简手边的物品。她的心得是这样子的：
发现说，当我物品呢减少之后，空间腾出来之后，其实之前的那些收纳问题就慢慢的开始消失了。物品一旦减少了，你在拿取或在辨别物品的时候就会更快速，要放回去的时候也很容易的就可以放回去，不用再花时间在那边找缝硬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的朝向简约少物的生活做努力。敏恩说，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收纳的技巧，而是诚实面对家里的每个空间。接下来，请敏恩跟我们分享你们家的厨房。我们家的厨房就是从玄关延伸过来，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那它是一个 L 型的厨房，这里呢有一个微波炉的柜子，还有一些隔热手套或是托盘。下面有一个小抽屉，那它是比较浅的抽屉，所以就会放一些隔热垫或者是一些夹链袋这样子。分区放置。那下面这个柜子打开呢，电器比如说像电烤盘，在配件的收纳上就是以方便取用为原则，所以我就用了分隔架，只要方便拿取，你的使用频率它就会增加。那下面有一整排呢，我都让它统一一样的这个收纳容器，一方面它可以在视线看起来很整齐，再来就是可以依照每一个容量的大小去做定量。那下面呢，这个也是个备品区域，是厨房纸巾跟卫生纸，这个收纳篮的大小刚好就是一串，就是以一串作为数量在购买上的限制。那这样你在管理物品上面就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备品呢会大量的囤积在你家的柜子里面，占用空间。用档案盒来分类，同时也是备品数量的限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避免囤积。台面我尽量就是保持净空，因为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平面来让我放置备料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放一个瓦斯炉的增高架。那不用的时候，它也可以拿起来，收在这个边角就可以了。这边呢，一打开呢，还有上下两层，全部都是保鲜盒区。上层呢是这个可以拿来备料加热，甚至是直火加热，或者是上桌都可以当做盛盘器具使用的珐琅盒。陶瓷可以直接微波加热。在下方的保鲜盒呢，就是会比较是在冰箱保存食材使用的这种塑料类的保鲜盒。好喜欢这种保鲜盒专区的安排。那容易团乱的餐具及厨具又是如何收纳的呢？瓦斯炉下面有3个抽屉，上面的抽屉打开呢，是我们家所有的碗盘，包括大盘、小盘，还有汤碗、饭碗。那在颜色的选择上呢，我多半会选择像这样子比较五彩度的。那在碗上面，我就会用人口当做限制，比如说我们家有4个人，所以我在碗的选择的数量上面，我就会保留4到6个碗。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小抽屉，小抽屉打开就是所有的烹调用具，基本上它只要是一样功能的，我就会只会留1把。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去烦恼说太多的数量或是种类不好收纳。比如说汤勺，或者是锅铲，或者像这种料理夹，全部都在这里。在下厨的时候呢，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马上拿到我要的东西。最下面是一个比较深的空间，它是锅具区，用这个空间帮我做一个数量的管控，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已经有了这些锅子，其实是足够的。台面不堆积，全部收到抽屉里，自己拥有的物品数量也一目了然，不会造成囤积。那这个上掀柜它的深度比较浅，所以非常适合拿来收纳这种马克杯、咖啡杯。这个分隔板是一个亚克力的层架，那我常说它就好像是把一个这个柜子里的空间盖楼中楼的概念。本来你只能放1层东西，加上分隔架之后，就从1楼变成有2楼的空间，就可以下面1层杯子，上面1层杯子，或者是下面是杯子，上面是盘子这样的概念去做使用。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抽屉很特别，它拉开是这样子的。那会把香料罐收纳在这边，是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层板，可以把这个收纳器去卡上去。备料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加一些这个香料，所以这个在这边取用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橱柜内盖楼中楼，充分利用收纳空间。悬挂式香料架把5颜6色的瓶罐全部收纳起来。然后旁边的这个清洁区域呢，这边有一个呢是沥水架，通常就是我有一些随手洗的，然后没有要进入洗碗机的一些杯子，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倒扣让它沥水。那在水槽的下方呢，就是大家一般觉得很困扰、很容易凌乱或者甚至有异味的区域呢，那我们家是用抽屉堆叠的方式来收纳这些清洁用具。那这个抽屉呢是无印良品的追加抽屉，比方说第1层是海绵菜瓜布，第2层就是我在擦碗的一些
些擦碗布，那第3层是一些刷具，最下面这一层比较大，它是清洁用品的一些收纳的位置。那旁边这3瓶就是洗碗机会用到的清洁用品，所以都刚好就放在就近的位置，很好取得的时候，你就会在使用上就会节省很多时间。水槽下用抽屉盒来收纳，可以自由组装需要的分层，这样收纳好整齐。那在水槽旁边呢，有一个电器柜。那这个电器柜最上方是放置每天都会吃的一些保健食品，标示上它的名称，就不会忘记吃。而且刚好在水杯跟饮水区附近，就可以站在这里就可以吃完。还有下面是零食的部分，有一些比较小的饼干，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包装的零食，就都统一放在这个地方。一般的小家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缝隙区域，好，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推车。这一款推车它本来是浴室用的，但我觉得放在这里也挺不错的，就会放上我们全家人使用的保温壶或水壶，还有便当盒。那这个推车呢，它就是刚好卡在旁边的边角，它其实也不占空间，而且看起来也十分的可爱。不放过缝隙区域，这款收纳推车既实用又符合敏恩家的风格。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冰箱收纳的部分。上面是冷藏室，大部分都是用这种透明的收纳保鲜盒，然后用直立式的放置，让它看起来像书本一样排站，很容易辨别是什么东西，然后也很好拿取。这样有一些空间可以放一些小抽屉，然后有提把的，让你可以去顺利的拉取出来。在这个叶菜类或者是蔬菜的保存上呢，我喜欢用这种可以沥水的保鲜盒，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洗菜，洗完之后你可以直接沥干，这样叶菜类的保鲜期就会拉长，比较不会因为碰到水烂掉。那下面有一个这个抽屉呢，我把它设为是备料区。今天要煮的食材呢，会先提前把它全部都丢到这个抽屉里。比方说今天要煮卤肉，我就会从这个冷冻库拿出一盒分量差不多的绞肉放到这边，等待退冰，等到要备料的时间到了，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移到备料区，它就可以防止你忘记或者是有缺的食材，然后来不及购买的情形。直立式收纳也可以用在冰箱里哦，而且备料退冰区这个设置实在太聪明了。接着一起来看看冷冻库吧。所有的食材呢，我尽量都采取直立式的放置，因为冷冻食材很容易冰进去之后就会认不得它的样子，所以如果是直立式的放置，你可以在最上方贴上标签。那如果是没有分装的，就是包装它不是这样子的，我就会自己做分装，采取你每一次会烹煮的这个分量来做分装。比如说这个是小份的，要煮比较多的大份的，只要拿取适当的分量做退冰就可以了。那蔬果是呢，尽量就是呢少买，然后赶快吃完。如果是水果，就是会直接用这种密封袋去做这个保存。那如果是一些根茎类的蔬菜，也可以用这种防水的牛皮纸袋，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地瓜之类的东西就直接放进去，然后可以呢直接取用，在拿取或者辨别方面也会很方便。不容易辨识的冷冻食材，贴上标签并直立，就能更方便使用喽。最后来看看冰箱外面的小巧思。在冰箱的侧面有一个磁吸式的架子，这个架子就是放上一些在附近也会使用到的器具，比方说厨房纸巾，还有呢这个大家猜猜看这里面是什么？就是滤水孔的滤网，因为它通常呢就是很难收纳，这样软趴趴的。那这一个桶子它本来是无印良品的除尘毯外面的那个盖子，然后因为除尘毯被我用到断掉了，所以我就把它的盖子拿来收纳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用，就直接挂在旁边。将手边的废弃物品再利用，很可能就是最合适的收纳品哦。敏恩提醒，冰箱是暂时保存食材的地方，不是储藏室。大家记得定期清理冰箱，才不会越囤越多哦。请问敏恩如何管理家中备品库存呢？会不会经常需要补货呢？你的物品精简之后，它们的数量多少你都可以一眼就掌控，而且它们有一个固定的放置位置。所以比如说卫生纸，你只要看到它大概用到剩下最后1-2包，你再去买一串新的来放，它就不会缺少了。总比你大量的买，但是消耗的很慢，以至于放到可能不能用，或者是又买新的来又囤更多还好。如果家里环境常年混乱，不知道如何开始整理，可以给有这些困扰的人一些建议吗？
可以建议从平面净空开始，就是把家里的地板，然后桌子、椅子上方的物品，让它可以有位置先回到柜子里面去。映入眼帘的这种清爽的风貌，会让你就觉得就是有一点好像向往，它就会有一个动机可以让你慢慢开始。如果真的无法丢弃物品的话，该怎么办呢？丢不掉物品的确是蛮多人他心里的一个疑问。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要去思考，你的家是要给人住的，还是要给物品住的？你空留这些无用的物品，然后让自己跟他在这种脏乱或凌乱的空间，其实也是委屈你自己。找出规律的购物节奏，采买所需的量即可，加上适时的断舍离，其实也是善待物品的方式哦。接下来，请敏恩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多功能的大书柜。再来到我的书柜区，也就是我在这个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角落。书本基本上就是用一格一格来当做定量，所以它每一格大概是一个种类的书籍。好，比方说，这一格可能就是少物断舍离类的。好，那这一个就是整理收纳类的。再来是我个人物品上面这些抽屉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当你呢想要它变成柜子的时候，你只要整座拉出，它就可以放在地上，变成另外一个收纳柜，也是一物多用的概念。那再来下方这些白色箱子，就是2个小孩他们的玩具，而且也是用箱子来做玩具数量的控管。那一个箱子刚好就是一个种类的玩具，只要不要超出这个箱子，他们就可以任意的去保留。如果有一些玩具它的类别是比较琐碎的，那我就会在这个大箱子里面，再去做一些这种收纳袋的分隔。这边保留的呢是比较属于少用的文件，多半都是一些小朋友的成长记录，放在这个档案盒里面。但是我用背面朝外贴上标签的方式做识别，视觉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每一个类别的这个文件在哪里，拿取的时候也可以顺利的找到自己要的类别。用书柜的大小来决定书籍的数量，琐碎的玩具或纸张还可以用夹链袋或风琴夹来仔细分类。除此之外，像这样无印风的书柜有哪些布置技巧呢？发现到敏恩家就像是无印良品一样，打造无印之家的关键重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掌握颜色，颜色呢白色，然后浅木头色，加上一点点你喜欢的颜色做点缀。第二个就是木地板，如果木地板一铺下去，而且颜色也是浅木头色的话，基本上那个温润日式简约的感觉就会出来了。第三个就是留白。那在无印良品的风格里面，留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家具都很小巧，然后方方正正的，不会有装饰。它就是要让我们的空间除了物品、家具以外，还有更多的留白。请问敏恩家的收纳用品都是无印的吗？是搬来这个家之后才开始慢慢去换成无印良品，它可以在同一个系列里面找到各种不同尺寸，没有使用空间或方法的限制。所以比如说它的名称虽然是档案盒，可是我可能其实很大量的用在厨房。除了档案盒之外，还推荐哪几款无印收纳品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聚乙烯收纳盒，那我会把它用在小孩的玩具收纳，稍微有点软质的，然后又有附上盖子，所以呢也可以堆叠，然后也可以防尘。那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是那个 PP 收纳盒，比方说工具啦、文具的收纳，用 PP 收纳盒来放在抽屉里做分隔，帮那些物品好像盖房间的这个方式，就真的很适合。如果无印没有适合的，敏恩会在其他哪些地方买收纳品呢？还有几个牌子我也蛮推荐的，比方说日本双山、日本天马，还有日本山崎美学。其实你也可以去虾皮搜寻关键字，但是你的关键字要够精准，你就可以找到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感谢敏恩的推荐。最后，我们来看看衣柜吧。据说敏恩一家4口的衣服都收纳在这个大衣柜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里是儿童房的空间，然后也是我们全家人衣服放置的区域。首先在这个左上区呢，是爸爸的吊挂的衣服，这些层板的地方呢就放了一些抽屉，可以放袜子，还有熨衣服的这个熨斗。
那下面呢是大女儿、老大姐姐的衣服收纳区。那因为她平常都是自己搭配衣服，所以就让她的衣服照类别去，一个类别一个抽屉。右上是我的衣服，还有一些小朋友这种洋装类的衣服。夏天的衣服就是在吊杆上跟最下面的这个抽屉。收纳包的方式是用这种分隔架，它的间距是可以调的，所以不管是大包包、小包包，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做收纳。小孩的衣服以及恩典牌衣服，敏恩是如何收纳的呢？至于妹妹的衣服，因为她衣服比较小件，所以就放在下面的抽屉，也跟她的身高可以搭得上，她自己也可以拿取。那因为衣服很小件，再用这种不织布分隔袋来做衣服的分隔，刚好也是可以一个袋子里面是上衣，一个袋子里面是裤子。那因为我们家的2个小孩，他们年纪相差4岁，妹妹她所接收到的恩典牌衣服，我们都让她的数量就是控制在这些收纳箱范围内。那上面有3个收纳箱，那刚好就是她现在4岁，就是5岁一箱，6岁一箱，7岁一箱的这种数量的控管跟收纳方式。什么是7个6简约穿搭术？可以请敏恩示范衣服穿搭的原则吗？在衣服数量的选择上，7个种类的衣物，每种种类各6件。那在搭配上尽量选择风格一致。比方说，如果需要上台的日子，我会选择像这样白色的罩衫。那我会搭配一件咖啡色的宽裤，然后再搭配浅色的鞋子。那如果是到了秋冬的时候，那我可以再搭配一件同色系的背心，那它就可以一路的再继续穿搭到秋季。我只要换上不同颜色的剪裁的衣服，它也就可以再有耳目一新的风格。即便衣物数量很精简，其实也能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搭配。参观完敏恩的家，我们发现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神秘的全身镜。然后这边有一面镜子，它其实是滑轨的设计，它后面是电箱，所以它又可以遮丑，然后又可以让我们在出门前可以整理仪容。抽屉里的长尾夹，预防一不小心拉得太大力，全部掉出来。所以有一个小秘诀，你可以在后面放一个长尾夹，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凸出来，再把它卡进去。这样当你拉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稳稳的卡在抽屉里。很喜欢敏恩精心评估过后留下来的好物。请问敏恩有哪些选物想推荐给蛙家的观众呢？行动化妆箱，把我所有的化妆品、保养品、刷具全部都放在那个化妆箱里面，那它可以提着到处走。那我最常就是把它提到餐桌上，边化妆然后边准备早餐。床下滚轮收纳箱，它的款式跟尺寸也是有大有小，轮子附的特别多，前后两边都可以掀开，所以很方便，也是在虾皮买的。亚克力分隔架，那因为是透明的材质，所以放起来呢，我觉得很好看。所谓的楼中楼打造，就是让一层分成2层，这个是很方便的。无印良品聚乙烯收纳箱，不管是你家里的衣物啊、杂物啊，然后小朋友的玩具，或者甚至是厨房的用具，都可以在无印良品的聚乙烯收纳箱找到适合的尺寸去善用它。咖啡滤纸收纳盒。第5个我想要推荐的就是放咖啡滤纸的那个木质的小收纳盒，也是虾皮买的。我们家只有单独某一个物品专用的收纳不多，但是像这个我就觉得它非常刚好。感谢敏恩好物推荐。最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看到少物一词，经常让人觉得这样生活不会很匮乏吗？请问敏恩对于这样的态度有什么想法？基本上呢，少这个字会让人家觉得很紧张。但是我在尝试减物少物这么多年以来，我常常先试着缺少，先试着不足看看，就发现这种实验很有趣，因为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担忧到最后其实它基本上不会发生，而且因为你少物之后，你反而很多部分是增加了，比如说时间可能变多了，打扫起来很快速，收拾东西也很快，多出来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做你更想做的事情。一方面你东西减少了，你的空间也变多了，小孩在家里玩游戏玩耍的时候，你不会担心他又撞到或碰到什么。时间跟空间逐渐变多之后，敏恩在心境上还有哪些变化呢？因为你东西减少了，留下来的就都是你最喜欢的、觉得
最好用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你走到哪里都很开心，然后心情很愉悦。所以在心境上面也变得比较富足。从以前好像有缺就买，或者是甚至没缺也在，到现在可以慢慢的只买必须的用品。其实所谓的少，它并不等于匮乏，反而是让你自己清楚自己拥有的，而且你会因为你拥有的部分很足够，所以你在心里面反而是富足，然后是满足的。舍弃物品并非失去，更多时候反而是获得。感谢明恩今天超棒的分享。看完今天的影片，你还想看我们开箱谁的家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还没看上一集的人，记得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挖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新单元，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报名。不管你是收纳、极简或是 DIY 达人，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期待下次到你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任何疑难杂症，欢迎留言或私讯。追踪 IG 看秘籍，加入社团，还有各种达人帮你。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锁定挖家每周3更新，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